我有个普通的朋友跟我说啊，他们单位今年不仅取消了年终奖，还降薪了30%。他本来是准备拿这笔年终奖去还房贷的，目前看来也是泡汤了。现在上海的公司都这么难了吗？我认识的好多上海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呢在裁员，有的在降薪或者延迟发工资。你们单位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已经3个月降了330万了，是很诚心的价格了。姐，咱这个房子应该看这个景观都值300多万了，你现在反而降300万，姐，你这个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小孩明年要出国读书，需要钱。现在大环境生意不好做，没钱，所以必须把房子卖了。4年，41岁，失业1年半了。今天又去面试2家公司，都被拒了，原因是因为年龄太大了。打开招聘软件，外卖、快递、家政、保安、滴滴，一直在给我推这些工作。也许41岁这个年纪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我们只能胜任这份工作。如果40岁的我们真的一直不被职场接纳，我们到底应该去做啥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企业大规模裁员以及35岁门槛等现象，使得许多中年人一旦失业，重新踏入职场就变得格外的艰难。那些曾经月入万元的中产阶级，在被解雇以后，很难再找到高薪的工作。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在40岁的时候下岗了，同一年我老公也失业了。要不说咱们是2口子呢，心往一处想，没往一处倒。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天巨之子。工作了17年的地方，盖几个戳就可以走了。离开单位的最后一天，领导说给我开个欢送会，结果会上同事们痛哭落泪，给我祝福，给我安慰。我们2口子现在失业已经快4个月了，暂时没有什么工作规划和就业目标。这个年纪出去找工作呢，感觉有点自取其辱了。40岁找工作和42岁有啥区别吗？要是没什么区别，我就打算搁家待2年了。很遗憾，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父母的命运。那天给爸妈打视频的时候，得知我爸他们公司就是解散了，我爸瞬间就是失业了，没有工作了。我爸今年57岁，现在冷不丁的失业，一下子就没有了收入来源，感觉他们也挺犯愁的。看着他们，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在上学的妹妹，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就躺平，身上还有重担，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给我爸转了5000块钱。看他们愁，我也感觉很愁，我也很自责，为什么自己不是有本事的孩子，父母老了可以安心让他们在家养老，可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自己也就只能够养活自己，能力有限，帮助不了他们。博主说，爸爸一直在找工作，他看着也挺心酸的，快60的人了，还在为了生活奔波。以前他叛逆不懂事的时候，还埋怨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赚大钱，为什么一家人要过得这么辛苦。长大以后，他才意识到，为了养活孩子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母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他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东西，他们连火车都没有坐过，每天都在工作，很少见到他们休息。他们为了生计不断的在奔波，这就是底层人的生活。博主小王说，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是一家互联网的公司，他兴冲冲的去了，感觉可以马上再就业了。一开始呢，他与面试官聊得还挺好的，后来聊到公司的制度，他开始感觉不太好了。面试官说，他们公司实行996工作制。996是指上班族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人事他先说了几个点他说我们公司很忙的，要996，然后呢，我们国定节假日是不放假的，但你可以调休。就听到这个制度，我就已经很不爽了。就你偶尔996和节假日加班，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对吧？项目总会有点忙，那你就变成规定了，因为规定就节假日不放假。国家规定是节假日必须放假，对吧？你还没有3星班，你只能调休。这调休你国定节假日都不放假，你调休会有人批假的，这太搞笑了。就不知道是招人还是在招奴隶。博主小王说呢，接下来面试官问的问题更夸张了。他问小王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小王说自己已婚，有一个小孩子，他们是3口之家，但有时候呢也与父母住在一起。小王心里犯嘀咕，我家里有什么人和你也没关系，你问这干嘛呢？没想到接下来的问题更吓人了。面试官问，如果你家小孩生病，那项目又忙，你要怎么办？听到这个问题，小王知道自己不可能去这家公司了，他站起来就走了。他在视频中说，现在就业环境已经差到用人单位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也许有人能够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但是我上有老下有小，
家里不管谁生病，我肯定都要请假回去照顾的，不可能一门心思全扑在公司里面。没办法，只能再找下一家了。做自媒体不容易，下面是一段广告，请大家理解支持，谢谢。大家好，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呢也是很大。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的保健品 NP 高浓度鱼油，可以守护您和您全家的健康。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翟女士曾经饱受严重的过敏折磨，皮肤红肿硬块，晚上痛的是睡不着觉。中西吃了1年，也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效果。直到她开始吃产自于北欧的 NP 高浓度鱼油与蓝莓素，1周以后呢，过敏症状减轻了70%，1个月后皮肤光滑如初。更惊喜的是，2018年她左脚脚筋断裂，而就在服用了11天的 NP 高浓度鱼油以后，肿胀淤血全部消失。她去看牙医拍 X 光片时呢，牙医发现她牙齿变好了，牙洞缩小，牙床提升，省下了近3000块的包牙的费用，连牙医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翟女士高兴地说 ：“NP 油真是我的健康救星。”那么市场上鱼油品牌有不少，NP 鱼油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关键就在于它极其少见的92.5%的高浓度与纯度，原材料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的深海沙丁鱼。它含有欧米伽3，包括 DHA 和 EPA， 堪称鱼油界的顶级选择，能支撑心脑血管健康，提升记忆力，缓解过敏与关节的不适，能促进视网膜健康，还能够抗抑郁，提升免疫力。很多人服用后三高也恢复正常了，适合您全家人的服用。并且呢，它早已经通过美国的 FDA 和加拿大、欧洲等多国的认证，获得无数消费者的青睐。最近1个月呢，我也开始吃 NP 鱼油和蓝莓素了，感觉精力更加充沛，眼睛也更加舒缓。您还在等什么呢？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快点击屏幕上的网址 naturalexcels.com， 现在有买6送1的优惠，我也会把网址贴在本期节目的描述栏当中。好，那咱们言归正传，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今天又去面试了一份3500的工作，因为年龄的问题直接被拒。我自己都觉得好笑。2个月前我还拿着1个月1万块钱，如今呢连3500都没人要。人家说事实不惑，我呢却刚好相反。眼前啊真的是一片迷茫，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往哪走。出去找工作连3500都够呛，现在除了好像去应聘保安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博主说，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失业，还不至于到现在这个样子，毕竟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蓄。但是偏偏他买了人生的第1套房子，每个月房贷要还6800块。之前没有被裁员的时候呢，他勉强还能够支付，现在失业了，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我是一个特别爱攒钱的99年男生，今年已经26岁，未婚未育，目前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为了每个月能存到更多的钱，能不消费的地方我尽量不去乱花费。同事叫我去聚餐，我也基本上是不去的。每天下班我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基本上不点外卖，不仅便宜省钱，还吃得更健康卫生。只要会合理规划，几百块钱也能在上海过得很好。所以每个月买菜下来也不会超过400。也能有虾有肉，其他的燃气水电费1个月100不到。博主说呢，上下班通勤他都是骑电动车的，公司楼下有免费充电的地方，衣服鞋子他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买的，其他日常开销也足够了。晚上他炒了个辣椒炒肉和土豆丝，这2个菜才花费不到10块钱，那么如果出去吃呢，怎么也要30到40块。吃完饭他把剩下的饭菜打包一下，准备明天带到公司当做午餐。这样的上海，你还想来吗？我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00后，今年是我来上海的第2年，每个月拿着9000块的工资，工资一到账，立马给房东转2000，自己留1000做生活费，每天都在赶早8的地铁，而风景是路人急匆匆的步伐。在静安寺吃顿午饭的钱，可以在老家买3天新鲜的排骨。人人都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可是黄金却要跪着捡。工资的涨幅好像永远跟不上物价，更别说那让人望而却步的房价。博主表示，我们都是普通人，在没有能力赚大钱的时候，只能尽可能的节约一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不富裕的时候，不要去跟别人比什么吃穿用，比谁过得更潇洒。
我被降薪了，从上个礼拜公司就开始裁员，今天上午正在工作，领导临时拉了一个会议，挨个给我们组的人沟通降薪。我的年薪砍了20%，相当于3个月的工资。北京虽然是大城市，但现在真的很卷，各行各业都不好做。3月份，我揣着希望扎进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呢也是勤勤恳恳，但是没有想到还是遇到这档子事儿。眼下这大环境啊，冷风是一次次吹到脸上，但不管风再冷，路总要往前跑。今天我要去公司办理离职啦，罗山路这个地方大概我是不会再来了。6月27号下午，我正写着周报 ，HR 找我谈话，告诉我6月30号必须走，简直是当头棒喝，硬刚了一波，总算争取到休完年假再离职，多10天的缓冲，我可以慢慢接受被裁的事实。据说这波裁员有25%到30%的比例。7500人和我一样，突然被推到了职场的十字路口。博主说，他们小组情况是3人被裁，1个转岗，留下的几个人收到一封封的交接邮件，留下的同事也在讨论，下个季度可能就到他们了，留下的要负荷双倍的工作。中午吃饭时，大家都在讨论着，现在大环境不好，工作难找，谈及未来的发展也都挺迷茫的。大陆各地房价持续下行。有博主表示，上海房价普遍下跌20%到30%，个别的区域呢已经跌破了50%，尤其是一些郊区下环的一些个楼盘。你知道上海跌得有多惨吗？房价蒸发了70%，杨浦鞍山密云小区最高14万，现在只要6万8，跌幅53%。黄浦区市民新村最高23万，现在11万，跌幅54%。临港保利临兰公馆最高6万多，现在挂牌2万7都卖不掉，跌幅70%。我说这些不是叫你去买房，而是想说就算是1线城市也有跌的板块。一名房主中年失业，他与妻子打算卖房离开上海，选择回老家躺平。单栋我们也看完了，确实整体装修也还可以，而且包括这个户型各方面。因为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卖？因为我老公大环境不好，他就失业了，我们每个月月供2万多，我一个人带个小孩，然后没有上班，确实压力挺大的。现在其实就是我说直白一点，就是现在目前换一种方式生活，其实在哪里不都一样吗？现在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有了解吗？有了解。去年我老公他同事挂牌跟我们户型是一样的，然后有人出800万还没买。这个房子现在有车位吗？没有车位，但是地下室停车很方便。房主说，他们挂牌是828万，挂了几个月也是没人看房。中介提议以750万的价格挂牌，房主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中介说呢，你如果想短期卖出去，建议价格一定要一步到位，不要今天降5万，明天降10万。房主最后接受了中介的建议。上海房价下跌，个人资产缩水，很多家庭甚至面临着破产。房价再往下跌，上海的很多家庭几乎都要崩溃了。上海目前有1/4的家庭已面临破产，他们的负债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手里的资产。就是因为前几年他们在高位做了接盘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上海的法拍房是越来越多了，有100多万的，也有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这种豪宅。那么其中的人呢，基本上要么工作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生意上出现了什么变故。现在很多人已经还不起贷款了。有专家预测未来3年房价还会再降30%到60%。那比如100万的房子会跌到50-60万、40-50万。我是在上海做收房的，那为什么建议有多套房的业主去卖房呢？这背后是肉眼可见的供需失衡，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房子的库存呢也越来越多，而需求在不断的萎缩。如果你手上是有多套房产的，与其你在观望中去等待这个房价的无底洞，不如及时去调整你的策略。扛不住了，我断供了。在杭州奋斗了那么多年，掏箱底在萧山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210万的贷款，月供12000多。原本想着终于在杭州有个家了，好好奋斗，结果呢，生活来了当头一棒，被裁员，失业了，还不动了。我就在想，省吃俭用到底为了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博主表示，他现在已经断供1年多了，房子也被查封了。他惊奇地发现，贷款居然还有206万，
还了30万，其中26万都是利息。原来自己辛苦那么多年，一直是在给银行在打工。现在等着房子被拍卖，房子没了，首付也没了，装修款也没了，还欠银行30多万，加上首付的90多万，月供还了30万，还有违约诉讼费等10万。他发现，在2年的时间，他竟然白白损失了160万，还变成了黑户，10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博主说，他46岁，身处广州，曾打过工，也开过公司。2025年第1个月失业了，准确的说是没事干了。很多好心人建议我去开滴滴，去送外卖，暂时过渡一下，我都直接拒绝了。原因有3，第一个原因不是最重要，但却是最关键，就是身体原因。我46岁了，从小不是说特别能吃苦的那种，年轻时也没干过体力劳动，到了46岁再去送外卖，身体首先是吃不消的。倒是外卖没送几个，身体却垮了，挣来的那3挂2枣都送给白大褂了，太不划算。博主说，他不想去送外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收入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你都失业了，还挑来挑去的，有收入不就不错了吗？你们听过一句话吗？原话呢，我是不记得了，意思就是，如果一件事你做了，并不会改变你当下的现状，还不如不去做。送外卖的收入并不能改变我的现状，甚至连缓解都不能，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做。这第3个原因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年人机会本就不多，每天疲于奔命，把有限时间都投入在一件非常耗体力的事情上。试想一下，当你送完1天的外卖回到家里，只能是呼呼大睡，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翻身。那么久而久之呢，你就只能是永远送外卖。在中国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之下，曾被视为中产家庭的标配的钢琴教育行业，也正在面临一场空前的全面收缩。从钢琴制造商到教学一线的教师，整条产业链陷入了低迷期，甚至高收入的家庭也开始精打细算了。上海博主海上新生近日采访了00后钢琴教师张女士，她经历了这个行业的兴衰起伏。张女士是自幼学琴，高中毕业以后便开始兼职授课，当时正值钢琴教育热潮，市场需求旺盛，至今她已经教琴9年了。平时主要在周末授课，暑假期间就是天天排满课程。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与消费能力下降，她感到明显的冲击。她表示，从2024年开始，报名学琴的学生人数大量减少。她说，自己任教的钢琴行也不得不缩编。原本拥有2层楼的教学空间，如今只剩了1层，另一层已经转租他人。课程减少，学生流失，整体经营压力加剧。在北上广深房价下跌、大型企业频繁裁员的当下，钢琴这类高成本的教育项目已从家庭的必须支出转变为了可有可无的开销。张女士表示呢，甚至有家长直接跟我说，我们家收入水平已经跟不上了，家里有2个小孩子，觉得太吃力了，不得不让孩子放弃学钢琴。因为学钢琴要看长期的效果，不是上多少节课就有效果的，可能是学1、2年也没有效果，需要学上个10年，也许有一天能够发挥作用，属于长期的投资，短期不会见效。那么家长就说算了。他提到，来学钢琴的家庭，即便是住在别墅豪宅，开着豪车，家长们也会对区区50块的课程费用斤斤计较。他们有时会说，某老师收费比你低，试图压低价格。他们普遍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在孩子学钢琴上花费大量的金钱。而这种精打细算的态度，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家长普遍出手阔绰，对教育支出毫不吝啬。如今呢，人们的消费观念明显转变，对花钱变得格外的谨慎。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